美军水面力量到底有多可怕？你真的了解吗？之前的视频我们曾讨论过美军第7舰队的可怕实力，但这也只是美军水面战力的冰山一角。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海上作战力量，美军水面战力由11艘核动力航母及其打击群构成，主力舰艇常年保持近300艘的规模，其中包括大量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与神盾舰，以及不计其数的2栖攻击舰。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分布全世界的海军基地。最近还传出消息，美海军将斥巨资打造一艘前所未有的核动力战列舰，这些战力共同确立了美海军在全球海域的老大位置。今天我将带各位来清点一下美国海军的全部家底，看看这台每年消耗近兆亿美元的机器是如何锁死地球71%的海洋面积的。要计算美国海军的打击能力，不能数船的数量，而是要数坑的数量。当然，这里的坑指的是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单元数。目前，美国海军拥有约7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每艘巡洋舰前后甲板各安装了61个垂直发射单元，总计427个。美国海军还拥有约73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早期型号单舰拥有90个发射单元，后期型号拥有96个。我们不妨来算一下，427加上73乘以90，结果就是美国海军的水面护航舰队拥有接近7000个垂直发射单元。当美国海军决定发动一场区域战争时，舰队指挥官只需要输入指令，这些发射井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向天空和陆地倾泻出数以万吨计的高能炸药。除了巡洋舰和驱逐舰，美军还手握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10艘尼米兹级，1艘福特级。常规动力航母的油箱一半装航空燃油，一半装重油，给自己续命。航行几千海里就必须寻找补给舰加注燃料。尼米兹级不需要，它底舱安装的2座 A4W 压水核反应堆，从服役到中期大修的这20年里，尼米兹级可以不依靠任何外部燃料补给，无限期的在地球上任何一片深水区域游曳。它空出来的内部船舱容积全部用来装载舰载机的航空燃油和精确制导炸弹。在水面之下，美国海军保持着一支100%纯核动力的潜艇舰队，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每艘携带20枚3叉戟潜射洲际导弹，4艘俄亥俄级被改装成了巡航导弹核潜艇。工程师拔出了核导弹，在每个巨大的发射管里塞进了7枚战斧，几十分钟内就能将一个中等国家的雷达防空网彻底瘫痪。此外，还有近30艘2栖攻击舰和船坞登陆舰，其中包括9艘排水量超过4万吨的黄蜂级和美利坚级2栖攻击舰。它们拥有直通甲板，内部装载着气垫登陆艇。当它们搭载 F-35B 时，就变成了闪电航母，其实际的对海对地打击能力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正规航空母舰。战舰造出来了，停在港口里会生锈。美国海军通过行政与地理区划，将地球表面的水域切割成了6大责任区，匹配6支舰制作战舰队。第3舰队，美国海军1半以上的航母和核潜艇母港都在这里。它的任务是在本土周边进行训练、维护、战备考核。一旦前线有事，第3舰队的舰艇将立即跨越日期变更线，编入第7舰队序列。第7舰队，这是美国海军中规模最大、战备等级最高的前沿舰队。全球接近1半的人口和最密集的贸易航线在这个区域。第7舰队在这里常态化部署一个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加上水下的攻击核潜艇，任务是在岛链之间建立物理屏障。第5舰队管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以及东非部分海域，这里没有大洋决战。第5舰队应对的是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伊朗革命卫队的高速武装快艇以及水雷。这个舰队的实战频率最高，每天都在进行真实的雷达照射和导弹拦截。第6舰队司令部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它的核心任务是用伯克级驱逐舰的宙斯盾系统在欧洲建立海基反导网络，拦截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监视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的潜艇活动。第4舰队负责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执行后院巡逻和反毒品走私。第2舰队是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负责美国东海岸和北大西洋，其核心战术目标是防止俄罗斯核潜艇从北极冰层下突防，切断北美与欧洲的海上补给线。支撑这6个舰队进行全球轮换部署的是不计其数的海外军事基地。不过航母本身没有攻击力，它只是一个海上的机场，
真正的杀戮机器是停在它甲板上的3700多架海军航空兵战机，这个数量超过了俄罗斯和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总和。战斗打响，航母首先弹射升空的不是战斗机，而是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这架飞机背着一个巨大的雷达圆盘，爬升到9000米高空，地面雷达受制于地球曲率，看不到地平线以下的低空目标。1、2D 在高空，雷达视野扩展到500公里，不带武器，它就能把发现的目标坐标发送给航母编队的所有战舰和空中的战斗机。紧接着升空的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现代防空系统依赖雷达测距和锁定。EA-18G 翼下挂载的 ALQ-99 战术干扰吊舱可以接收敌方防空雷达的电磁波段，然后发射与其频率相同但功率极大的噪波信号，敌方雷达屏幕上会瞬间布满雪花，或者出现几百个虚假目标。导弹的寻导头接收不到反射回波，直接致盲。最后出场的是作为炸弹卡车的超级大黄蜂。由于敌方防空火力已被摧毁，他们不需要考虑隐身，可以在机翼下挂满8吨重的各型精确制导弹药，对敌方纵深的机场、桥梁、装甲集群进行持续的物理洗涤。按照上述的兵力配置和战术体系，美国海军似乎无懈可击，但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滑翔体的出现却似乎改变了这种局面。当对手部署了射程超过2000公里、末端速度达到10马赫的反舰导弹时，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为了保证自身不被击沉，必须退到距离海岸线1500公里甚至2000公里以外的海域。为此，美国海军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为了破解这个局，美国军工界直接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造舰方案——特朗普级。特朗普级战列舰大家应该不算陌生了，它的满载排水量设定在惊人的34000吨，这是现役伯克级驱逐舰的3倍多。舰体取消了航母的宽大甲板和巨大的机库，腾出来的海量内部容积只有一个用途：挖垂直发射井。按照等比例空间测算，一艘34000吨的战舰可以轻松布置约400到500个垂直发射单元。如果美军将其中的300个单元装填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艘战舰可以在距离敌国海岸线几百公里的海域，在10分钟内倾泻出300枚精确制导弹药，这等同于一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护航编队，将所有的对地火力在瞬间打空。而且别忘了，不久前美军透露，特朗普级将采用核动力设计。核反应堆不仅仅提供无限的航程，它提供的是源源不断、深不见底的电能。伯克级驱逐舰的燃气轮机发电功率是有极限的，它无法支撑未来的定向能武器。而核动力战列舰可以利用充足的电力，搭载比现有相控阵雷达大数倍的新型雷达阵列，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呈指数级上升。另外，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的预案，这型战舰还将具备发射携带战术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能力，将核武重新部署在水面舰艇上。这意味着这艘巨舰游曳在任何海域，都在提供一种物理可见的、能够迅速反应的战术核威慑。敌方在下令攻击这艘战舰之前，必须衡量是否会触发全面核升级。总的来说，从11艘核动力航母的动力系统到接近7000个垂直发射单元的火力密度，从连接3大洋的海外基地网到34000吨核动力战列舰的暴力规划，美国海军的战力不是依靠阅兵式上的方阵和口号堆砌出来的，它代表着人类最顶尖的水面战力。或许正如某位军事专家所言，美海军的新未来就代表着人类水面战力的新未来。好了，本期关于美国海军水面的战力分析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34000吨核动力战列舰的重火力前推概念，您认为高能激光与电磁炮能否真正抵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物理动能？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